欢迎收看今日的加密数解读，现在是台湾时间10月30号中午12点45分。每周一到五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并一起规划盘势。大家好，我是酷哥。今日没有对账单哦，因为昨日的盘难做，所以我空手度过。今日主题 FOMC 12月停止降息，市场资金疲软了吗？这次的 FOMC 决议降息议嘛，延伸两大重点：一，12月正式停止 QT；二，12月未必一定会降息。其实12月不一定降息的状况不会很意外，我前阵子有几个讲解降息的影音就有提到，其实12月有可能不会降息，原因就如同 FOMC 会议鲍尔讲的，政府关门会造成官方数据的中断，那联准会就只能依靠私人数据去做判断，就算现在的股市有所成长，还是没有办法掩盖失业率上升的风险与通膨上升的不确定性，但整体通膨至少还有稍微被控制住，甚至有点偏向乐观，但通膨可能性的上升又让12月的降息态度要再更保守一点。其实鲍尔做的没有错，如果目前的状况还算乐观，那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使用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尤其是在这种不稳定的状况。那这次 FOMC 会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个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所以你本来就不该让这台车横冲直撞，应该要让这台车稳定前行。那如果遇到这种不确定性极大的时候，你甚至要像现在一样，12月不要降息，慢慢来再做判断。市场稳定是好事，分享给投资朋友多加判断。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盘面的部分哦。昨天 FOMC 会议开出来的时候，整体价格是比较疲弱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说，它就只是在黄线区间里面做震荡，你根本不需要去做一个频繁的波段交易。那我们拉到比较短时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个位置好像有打一点小底出来，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可能不会是什么所谓的短线的底部形成。因为它连这一根 K 棒都没有去做吞噬，所以它现在整体就是震荡偏空。如果它今天真的要比较强势，它至少要站在这一个格局上面。所以目前短线上面来讲，你看哦，像现在的价格也是偏弱嘛，很多人会死在这种上方的位置，因为他们会一直觉得说，突破了压回，你就可以去积极做多。没有，主要的下跌 K 是这一根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说，现在的盘势就是比较偏空一点。所以目前以太币的位置的话，我个人是没有做什么样的规划啦，因为目前从短线还是说从长线上面来看都没有到关键位置，我就不太会做出手。接下来是比特币的部分，它跌破了我们这一个多空关键位之后，我有跟大家讲说，接下来就是比较偏弱，要么要震荡很长一段时间，要么就要弱下去。那我们第一个位置是先放哪里？这个白线的位置，第二个位置先放哪里？黄线的位置，这个都是昨天已经讲的，所以如果你有因此赚钱，恭喜大家。那目前比特币也是一样哦，短线上面没有什么反转的讯号，不用太积极的去做多，反而你可能要延续这个空方，继续续空到底部。那如果续空到底部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观察说这个下影线的位置什么时候会到这个位置去做止跌。如果去做一个跌破的话，那可能状况还不错，我们就可以去找寻一个反转机会。接下来是顺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说，短线上面它这个底部形成的好像比其他的币种还要漂亮一点，所以我会比较关注一下它。但是它有时候在喷的时候有点太快了啦，所以也未必跟得上。反正我的价格提醒就是目前是设在这个黄线走狗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 0.7819。那我们再来看到 ADA 的位置哦，你看啊，它就是在这边横盘做震荡，你会很需要积极的去做操作嘛，你也会很需要每一天都去喊多嘛，所以你要嘛就是等它说在这边横盘震荡方向出来的时候你再去追，不然你在这个位置你就是空手度过。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长线的角度，好，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布现货，比较偏向一个长天期，但是你不能在这时候方向不确定的时候一直去布合约的多单，可能开10倍杠、50倍杠、100杠，这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说这一支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巨额的亏损。那我们再来看斗爵的部分，其实整体跟 ADA 一样，我自己也是没有要操作这一档，在上礼拜的时候我是有跟大家讲说我可能会把心思放在这一档，但现在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整体就是比较弱势，比较强势的就是下两档啊。第一档就是 Solana，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震荡幅度，还有说整体回档的区间格局是比比特币还有以太币还好的，所以在下次如果有多方运行的话，我会比较把心思放在这一支。但是目前从短线上面来看是做空比较好做，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顺势的去找空方标的比较弱的。那如果是往空方做的话，那可能就会是 ADA 跟斗菊，如果往下去突破的话，我可能就会顺势做空。那 Hype 也是哦，它整体撑的格局还是很漂亮，就是这个区间位做震荡，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我会希望大家建构的成本都还是在这个下影线的位置，因为如果当今天往下去做一个急速跌破的时候，你至少你自己手的停损会很浅，不用怕说打到这个位置就会反转。
转。如果打到这个位置再反转的话，我们可以积极的再去做多，再去追就好了。因为如果今天跌破了，就代表说它的价格今天就算反转了，也比较偏弱势，除非它是 V 转嘛。如果不是 V 转的话，它只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话，它就是比较偏弱势。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记得下方留言，我会在下一次的语音进行讲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